干现场观察这行久了，看过的演出没有1000也有800。但有些夜晚就是会在散场后好几天，甚至在你极早高峰地铁，耳机里随机切到某段环境音的时候，冷不丁的撞进脑子里，让人呼吸慢半拍，眼眶莫名其妙就热了。2026年5月9号，北京鸟巢，就是这样一个晚上，你可能得亲自站在那片看台上，才能明白当五月天那片熟悉的蓝色荧光海撞上周深手里那束干净的像月光一样的光，到底会生出什么化学反应。起初我其实是愣住的，真的不是那种哇大咖来了热搜稳了的套路兴奋，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胸腔的感觉。很多人管这叫双厨狂喜，则挺热闹，但我总觉得这4个字其实有点轻了，这哪是简单的嘉宾串场啊。你仔细听那天的歌单就懂了，达拉崩吧拥抱，最后压轴如烟，乍一看跨度大的离谱，对吧？但仔细琢磨，这心思藏得真深。开场用达拉崩吧把恐龙舞美和摇滚元素一揉，场子瞬间就热了，那种扑面而来的少年气，直接把你拽回学生时代。接着是拥抱，周深提过高中和同桌合唱这歌的事儿，阿信在台上那么一唱，你仿佛能看见时光倒流，两个不同年代的人隔着岁月轻轻碰了个杯。但真正让我到现在都没缓过来的，还是如烟这歌改编的太妙了。我后来戴着监听耳机反复听翻拍，细节多到起鸡皮疙瘩。阿信的嗓子，你懂的，一直带着点粗粝的砂纸感，不追求那种工业流水线式的完美音准，但就是能在你耳边摊开一本旧日记。周深呢？空灵、透亮，混声技术强的没边。可这次他没炫技，真的没有。在 Bridge 那段，他的声音是轻轻拖着阿信走的，像水果着火，或者像老照片上附了一层柔光。两个人声音一交织，那种明知美好会如烟散去，却偏要用力记住的执拗，一下就出来了。乐评人说这是把遗憾唱成了诗，我挺同意。但我觉得更像是一场坦白局。两个对舞台有敬畏心的人，剥掉所有商业包装，在几万人面前，老老实实的把青春里的那些缺憾摊开来唱。不煽情，但就是戳人。你听副歌那里，阿信的咬字有点哑了，可节奏死死咬着不放。周深没去抢主音，而是用一层又一层的气声和混声把情绪往上推，那种层层叠叠的听觉包裹感，录音棚里根本做不出来。现场的魅力大概就在这儿，它允许瑕疵，允许疲惫，允许情绪漫过技术的边界。当音乐不再拼命追求炸场，而是老老实实转向走心，它反而能爆发出一种更持久的，甚至带点钝痛的生命力。现场永远有意外，这点我太清楚了。提词器突然黑屏的那几十秒，估计后台导播心脏都停跳了。换作有些经验不足的艺人，这时候眼神肯定就慌了，脚步一乱，场子就冷。但你看他俩怎么接的，阿信偏过头，周深笑了，一句舞迷老师，一句生迷老师，就这么随口一接，带点市井的幽默，把尴尬瞬间化成了互动。网上都说这是小品级救场，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种临场反应根本装不出来。他考验的是肌肉记忆，是心理底子，更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微妙的信任感。录音棚里错了能重来100遍，现场不行，错了就是错了。可恰恰是这种允许出错的松弛感，让那一晚变得无可替代。现在多少演出被流程绑得死死的，连走位都精确到厘米，提词器字号大小都要提前校对，反而把活人气给磨没了。鸟巢那晚不一样，有呼吸，有温度，有那种就算出了岔子，咱们也能笑着把它唱完的职业从容，挺难得的。散场后网上那阵仗，我也算见识过不少大场面了，但井号周深五月天双厨狂喜，井号破亿阅读，还有井号周深喊舞迷老师好魔性，井号挂在热搜上不下来，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意思。没抢到票的网友隔着直拍喊氛围堪比过年，这我能理解。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声浪在体育馆穹顶里回荡的压迫感。但让我更在意的是专业圈子里的反馈，有些乐评人说话挺尖的，这次却难得一致的夸，说周深给经典注入了新灵魂，现场表现比录音棚还震撼。五月天的老粉也服气，觉得改编没丢乐队的摇滚骨血，反而多了层细腻的流行质感。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数据说话、热搜先行的环境里，能同时让路人狂欢和专业人士点头，太难了。这不是靠营销号矩阵硬推出来的，是实打实唱出来的。粉丝经济能造一阵风，但风停了，能留在地上的只有作品本身。实力这东西，平时不吭声，一到关键时刻就是硬通货，你骗不了耳朵。
更骗不了时间。我后来翻了翻周深演出后发的那条长文，没那种居高临下的成功学鸡汤，就特别朴素。他说自己从坐在台下看演唱会的人，变成了站上舞台的人，字里行间全是感恩。最绝的是他把3首歌名串成了祝福，鼓起勇气拥抱时，美好不会如烟，我们终成达拉崩吧的勇士。这文字编排真诚的让人不好意思。其实早在这次合作前，五月天就给周深巡演送过花篮。这种前辈和后辈之间不动声色的互相惦记，在现在这个略显浮躁，恨不得把每一次互动都剪成短视频的圈子里，挺难得的。还有那天他的打扮，白色 polo 衫，破洞牛仔裤。粉丝开玩笑说这身在他自己演唱会上都没见过，我觉得挺好，去掉了那种过度精致的舞台铠甲，反而让人觉得亲切。退场时疑似走错方向的画面，大家又乐了，说果然只在自家演唱会不迷路。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反而立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海报里那个永远完美的偶像，而是会紧张、会迷路、会认真感谢同行的人。这种去神话的真实，反而让他的专业形象更扎实了。你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唱好那些歌，因为他自己就先走进了生活里，演出都过去好些天了，热度还没散。我刷平台，到处都在催官方放彩排花絮，甚至有人直接喊话能不能赶紧上无损姻缘，想循环到天亮。这现象挺有意思的。现在流媒体这么发达，什么歌听不到？可大家偏偏就惦记着这种带着现场呼吸感，甚至带点毛边的版本。为什么？因为如烟这个合唱版早就不是2首歌的简单拼凑了，它成了一种情绪容器。80后90后在里面听到了自己的青春回音，00后时候听到了经典摇滚和当代声乐碰撞出的新可能。当阿信唱到嗓音微哑却死死咬住节奏，当周深闭上眼任由和声在鸟巢上空扩散，当台下几万根荧光棒跟着鼓点轻轻晃，那一刻音乐早就超出了娱乐产品的范畴，它成了一种纽带，连接着不同年代的听觉习惯，连接着台上和台下的彼此确认。我有时候会想，未来的华语乐坛肯定还会有更多跨界合作，技术会越来越炫，舞美会越来越科幻，音响系统会越来越精密。但2026年5月9号这个晚上，大概会被很多人记很久。他没用什么花招，就是老老实实的唱，诚诚恳恳的听。套路能复制，真诚量产不了。流量会过期，但能钻进人心里去的声音，会像黑胶唱片上的纹路一样，经得起时间一遍遍磨。散场那会儿，我站在鸟巢外面的台阶上，吹了会儿风。夜风挺凉的，带着点初春的湿气，但心里那块地方是热的。可能这就是现场的魅力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你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这么认真的把歌唱完，我们就还会买票进场，还会在散场后的地铁上突然红了眼眶，然后默默把歌单里的如烟单曲循环一遍，再一遍。